每次走到全联超市，看着架上的除霉清洁剂，是不是都只能看着包装，自己想象它的除霉效果到底好不好用呢？大家的心声我都听到了，这一集就带大家一起来去全联购买吧。那选择商品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在商品外包装上必须要写上除霉清洁剂，而且要是在地制造的才会拿来这次做 PK。假如商品包装上显示的是浴室清洁剂，因为清洗的范围比较广，可能包括像是清洗水龙头、清洗浴室拉门，就不符合这次的 PK 标准。那我们马上来进行除霉清洁剂的左右大 PK。看完影片之后，一人一票，选出你心目中的除霉大王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参赛者有谁。哇哦，这3款商品的包装设计有个共通点，都是采用喷头的设计，在大面积的喷洒上感觉会很方便。这里要贴心提醒大家，除霉清洁剂是属于强效的清洁剂，对于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还有皮肤都是比较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的，所以操作之前口罩和手套一定要戴好。欢迎收看左右大 PK， 佐藤又来大 PK 咯。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，先来说明一下比赛规则。这次的比赛地点在浴室，比赛方法：先将除霉清洁剂喷洒在发霉的地方，接着等待5分钟。比赛的重点包括瓶身好不好喷，有没有刺鼻味，泡沫吸附力强不强，需不需要刷洗。最重要的是要介绍一下本集的大魔王霉斑皇室家族，要邀请到他们真的很不容易。刚好前一阵子一直在下雨，我朋友说家里有霉斑来借住，一开始只是来了几位，结果没想到住得太舒适了，最后整个霉斑皇室家族都搬去他家住了。他听到我要做全年除霉清洁剂的大 PK， 二话不说，马上邀请他们家的霉斑皇室家族来体验。Ready, go！透过画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浴室瓷砖上面都有贴上参赛者的名字。等等喷上除霉清洁剂以后，大家的等待时间都会一样长。我先把3款除霉清洁剂喷上去，再继续来跟大家聊。现在3款除霉清洁剂都喷好了，就等它5分钟。假如喷洒除霉清洁剂的过程突然一阵头晕目眩，那绝对不是肚子饿、血糖太低，是你忘了打开门窗保持通风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记得做到。这里广播一下，佐藤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启了，邀请你的加入，你的实质支持全部都会用在影片创作上，让我可以有更多资源。同时，加强版清洗配方的详细内容也会放在频道会员里面，你可以是一次性的支持，或者是长期的支持，且随时可以暂停，不会有衍生费用。感谢大家。跟大家聊一下刚刚喷洒除霉清洁剂的感觉。以瓶身好不好喷来说，因为男生的手比较大，妙叉叉的这一款，它在握柄这里设计比较长，一次可以用3只手指头来操作，使用上会比较顺手。其他2款握柄设计比较短，只能用2根手指头操作。接着讨论一下有没有刺鼻味。摩擦擦刚喷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大约等待5到10秒后才会散发出比较强烈的气味。妙叉叉刚喷出来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，它的气味是会往高处飘的。
微叉叉刚喷出来的时候带有香料的气味，但是当你多喷几下之后，气味聚集在一起，闻起来也是相当浓烈的。来讨论一下泡沫的吸附力强不强。以这3款来说，摩擦擦的除霉剂喷出来的泡沫比较浓稠，吸附力比较强；微叉叉的除霉剂喷出来是呈现雾状的，吸附力不错；妙叉叉的除霉剂喷出来比较稀，泡沫的滑落速度比较快。需不需要刷洗？要等最后冲完水就知道答案了。这些商品他们的定价策略是属于平价，如果你对这些商品有兴趣的话，在各个全联分店都可以买得到。对了，如何清除霉斑的方法，我之前有分享过佐藤流的独家清洗手法，有这2支影片可以选择。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下方的留言区。现在5分钟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不刷洗的情况下，3款除霉清洁剂的表现究竟如何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这3款除霉清洁剂，它们的泡沫都已经溶解成水了。在这些除霉清洁剂当中，请大家透过画面观察看看，第一阶段的等待5分钟，谁的除霉效果最好？接着，让除霉清洁剂再多停留5分钟，看看会有什么变化。第2阶段，再多等待5分钟后，浴室瓷砖除霉的表现发生不一样的变化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微叉叉的瓷砖表面霉斑几乎都快消失了，而妙叉叉的瓷砖表面霉斑剩的也不多。相较之下，摩叉叉的瓷砖表面比较能看到霉斑的残留。第3 round， 针对瓷砖上面还有发霉的地方，再喷上除霉清洁剂，然后再等它5分钟，观察看看有什么变化。第3 round 等待5分钟的时间到了，瓷砖上面的霉斑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哇哦，太神奇了！原本瓷砖上面有满满的霉斑皇室家族，现在通通都消失了，连瓷砖细缝上的霉斑也不见了，现在已经回到原本的水泥颜色。这个清洗过程真的太疗愈了。我们赶快把最后一步做完，这样才是完整的结束。用冷水把有喷过除霉清洁剂的地方统统冲洗干净。刚刚实测的3款除霉清洁剂都是台湾制造的，让瓷砖霉斑在不刷洗的情况下进行除霉大 PK。以上是这一集的左右大 PK， 你手中的那一票要投给谁呢？请在下方留言区选出你心目中的大赢家。我们下一集见了，拜拜。